这个东西是一个过期10年的 film roll。你可能会问，过期这样久的 film 还能用咩？答案是还是可以的，只是它的不确定性比较高，因为里面的化学物质过期过后它会变质，导致你照片里面的颗粒、颜色、光泄漏的这些性质都会无法预测。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它最后呈现出来的成品你都无法控制。但是其实无法控制就是它美妙的地方，也是我愿意花钱来买这个过期品的一个原因。第一张照片，我们看到照片里面有一个人在吃着东西，然后旁边还有一颗屁股，然后因为这个构图的巧妙关系，我们感觉到那个人好像在看着那个屁股吃到津津有味的感觉。这个构图真的是大师级的作品，完美。过期的 film 它本身就会比较不敏感，所以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可以让它稍微过曝 overexpose 一点点，这样可以非常有效的提高你成品的成功率。还有你们今天看到的每一张照片都是他们最自然的样子，没有经过任何的调色，这个 film 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之前我在秋天的时候也是来过这里的公园拍摄，那时候这里长满了黄色的叶子，然后现在长满了樱花。大自然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我自己觉得在树上的樱花拿到的 attention 太多了，所以公平起见，我们也来给地上的樱花同样的机会。下一个我们要去的地点相对的会比较挑战，它的花很多，但是它人也很多。其实在人多的地方拍摄，对喜欢街拍的摄影师来讲是更有趣的，因为你可以混在人群里面，然后观察路人，并且能拍到路人们一些很自然的状态。我这样讲，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我很 creepy 很变态还是怎么样。是啊，你不知道咩？所有街拍摄影师都是变态来的。没有啦，开玩笑啦，哈哈。我就是单纯的喜欢一些自然的状态，真实的照片。毕竟社会里面太多虚假的事情，偶尔接触一点真实的画面，也会提醒我自己要 real 一点。今天有一个模特朋友，来当模特，大家。在一个乡间小路，后面是樱花。哇！在人多的地方跟模特拍照的话，就真的是蛮 challenge 下了。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还是蛮厉害，在找到一些不一样的角度来避开人群的，是不是很不错？后面这个狗狗是因为我看到它很可爱，然后我就故意让它走进镜头里面的，就是为了强调这个街的感觉。英国嘛，有人遛狗，是不是？漂亮，大师作品。其实现在看回这些照片，对我来讲，它们并不是最漂亮、最好看的照片，而且有些照片看起来还会有一点灰灰的感觉。我相信是因为这个 film 过期了，所以它的色彩并没有很亮丽。不会有一种让你眼前一亮，哇，这个照片很好看的感觉。不过在用这个 film 拍摄的过程中，我是很期待的。从按下快门的每一个瞬间，到我最后拿去冲洗、去 develop 的瞬间，我整个心情都是，有一种 butterfly 的感觉。其实现在的我会更倾向于拍照当下的体验到底好不好，多过我最后拍出来的照片到底好不好看，就是我会更重视拍照当下的那个体验，而不是那个目标。很多时候我们会追求一个目标，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得到那个目标，所以我们就会一直去追它。当你真的追到那个目标过后，你再往回看，你会发现到，这些过程才是最美妙的。就很像我时常会自己这个讲起来有点好笑，但是我的想法就是这样就很像有时候我会自己想象在伦敦我已经发达的样子，说我要什么有什么，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要什么相机就有什么相机。当我已经是 achieve 到那个点的时候，然后我再回想回去我的
过程，我会发现到其实过程才是我最值得怀念的地方，而不是达到了这个目标这个终点。就你看为什么那么多有钱人，他们有钱的过后他们就讲哦，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我那时候很穷，在干嘛干嘛，在努力干嘛干嘛奋斗的时候，就是同一个原因啊。就当你到了终点，就当你到了终点过后，你会发现到其实过程才是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就已经在过程里面了，趁我们还可以的时候，我们就好好的体验，好好的享受当下的这个过程。